彭队，咋样？哎，罗队长，根据我们测东仪上的测试结果啊，没有墓葬。没有墓葬。哎，辛苦你们了。没事，应该的。老队，是吗？这第三轮也谈完了，既没有遭到东扣，也没有遭到建筑。按理上，就算没有那些陵园的附属设施，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人为的痕迹？可是咱这探探呀，快把凤凰山我戳成灾了，还是一点人工的蛛丝马迹都没找到。你看，咱能不能下结论？不行，证明一件事和否定一件事都必须要严谨，这也是咱老师教我们的。陆老师，那照您这么说的话，咱现在也没有办法拍着胸脯说，那姿灵就不在凤凰山。那咱这3次勘探有啥意义呀？你们已经做的那么仔细了，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收获一样。没有收获，恰恰是比较大的收获。咱们3次勘探，最起码排除了姿灵是崖洞墓。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来完全推翻洛天香在《类编长安志》里的记载。喂，洛青，找到石板了。真的？在哪儿啊？哎，到了。哎，快，慢，快，这儿，好，你到底让人家快还是慢吧？石板，好，看，这全是石板，一，呀，这水里也有，对，这么多，对上了。啥对上了？洛天香在《类编长安志》里说，滋水冲开姿陵外线门，吹出石板500余片。你看看，这么多。可儿的意思应该是，这些石板是被滋和沸冲出来的。哎，而且你们看啊，这些石板形状不一样，不规则，应该不像人工制作的。我跟郭师想法一样。你看，这石板是河沙与石子粘接在一起的，像是河水冲击形成的。你们看。这石板有的就很结实，像这种，但是有的呢，哎呀，这就能明显的看到它很松散，能捏成沙，所以这一定不是人工打造的。但是姿陵外线门一定是非常规则的，一定是有人工痕迹的。石板沟都是自然形成的，根本就不是姿陵外线门嘛。方老师，你这把我搞糊涂了。你刚才说这符合洛天香的记载，怎么现在这又不是姿陵的外线门了？他亲眼看到过，他来过这儿吗？那目前看，他应该是没来过。那是道听途说的呀。我懂了。就跟我们的博客一样，经常转载别人的东西。这个比喻好。而且你们看啊，整个石板沟这个位置离窦陵很近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滋水大涨，把石板沟里的石板都冲下去了，那下面的百姓很有可能想当然的就认为这是从姿陵冲下来的，有可能是这样。那怎么证明洛天香它不是亲眼所见呢？洛天香记录吹出石板哪一年？元辛卯秋。这洛天香是元代人，至元呢就是元世祖年号，辛卯就是至元28年，那现在推算下来应该就是公元1291年。老郭。你看看这儿，原史上看到的。1291年这一年的秋天，气候异常，北方发生了很多洪涝灾害。我推测当地村官向上级府衙汇报灾情，顺便提到这一情况，所以用了方言“肺腑云云”。
哦，那要这么分析，这骆氏很有可能没有亲赴现场查看，而是查阅了当地的文书档案，看到了这条记载，原文抄录下来，就作为了子陵在凤凰山的重要依据了。到了明清两代的时候，子陵的这个位置更加难以寻找，所以大家就沿用了这个罗天香的记录。呀，那这一下不就顺理成章了吗？皇帝派来祭祀子陵的官员也不会去考证求实，就连咱们的金石学家毕沅也被误导了，在凤凰山下看石立碑，这历朝历代一误再误。通了！哎，咱已经第3次勘探都弄完了嘛，啥都没发现。现在加上房坤这个证据，那咱完全可以推翻子陵就在凤凰山了嘛，对不对？秦老，最近明德博物馆深陷赝品舆论漩涡，这件事儿您听说过吗？哎，我当然听说了。哎呀，秦川收藏界这个动向，我一直都很关注。有专家指出，咱们明德博物馆里边的展品已经假冒到荒唐的地步，其中有一宋瓷被斥大大突破了宋代人的审美下限。您认为这样子的赝品何以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博物馆呢？哎呀，这个事情你就要问博物馆的管理者，他把那些工艺品摆在博物馆的架子上，哎，他是不懂文物鉴赏呢，还是不知道博物馆是个弄啥的？各位律师啊，明德博物馆这一回的这声誉危机，作为馆长，我难辞其咎。现在我向各位宣布，我决定辞去馆长一职，所有的工作由理事会代为执行。哎，老赵，哎，有礼。小瓜，吵醒了吗？哎呀，哎，饿了吧？来，吃饭，还热乎呢。小瓜，今天咱俩再喝上一杯啊！你以水代酒，喝多了我就在你这睡哈，你看得行？哎呀，那有啥不行的呢？这是有啥喜事呢吗？还要喝酒？给你报的仇，算不算喜事？老小没了半条命，能不能活看他造化了。至于赵有林，已经从明德博物馆馆长的位置上滚下去了。这么做会不会有点绝啊？从我决定抢隐村的火器，这一切就注定了。一山不容二虎，要想光明正大的站在台前，我跟他赵有林必定有一战。你这哥做的太绝，其实不然。他赵有林只是坏了名声，大不了缓上几年，风声过去了，钱还能接着赚。我要真想赶尽杀绝，秦川城他就待不下去了。他背后的一条大船也该沉了。我给他留了一条路，也给他放下了一把弓。我把弓就在他的床底下，就算他狠狠的咬牙，也不敢造次，因为他害怕他床底下的我把弓不知道啥时候弹出一根冷箭，让他蹦得不成。咋冒茶？
孩子们来看你了。跟你说个好消息哈，孩子们经过3次勘探，确认了凤凰山没有墓葬遗迹。姿灵在凤凰山完全是个误读。老师，您跟我们说过，永远不要先入为主，永远不要轻易下定论。您跟我们说过的这些话，我们都没忘，我们都记着呢。接下来，他们马上就要对被盗区域进行发掘了。院里非常支持，还给批了资金。赞茂昌，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，祝他们顺顺利利的，好吧？哎，这咋真多人了吗？他不会又闹事儿了吧？应该啊，之前不都说过了吗？看看，看看，对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活好孩子我原来小时候活好孩子也好。对，就是这民族上老民族好，你让一下，是不是？光给吃肉火。多点钱啊！扣个碗。这是弄啥呢？哎呀，你的不是要开挖的吗？啊，挖之前，俺得跟先人先打个招呼。哎，这回这事有良弄得好，这所有东西都是有良置办的。这太从西边出来了，当物品这当毛巾，这大方的很我这啊！你干啥嘛？公证合适，有啥不合适的？不管下面埋的是谁，都是咱隐村的先人。哎呀，从这个黑桃涌盗洞开始啊，你的是这一来一回，这都已经好几年了。你的一个个从生瓜蛋子，现在都长成了参天大树了。一开始啊，俺村里的人跟你这考古队弄不到一块儿，啊，矛盾不断。这现在呢，咱都搅成一锅粥了，是一家人嘛，啊。但是说真的啊，到现在俺也没有明白，你这个考古到底是个啥事情？人家考古队在扭住了问长时间，你咋一点点我闻着都是气息都没燃你上去？胡说啥呢？有你事情，你懂？你说你是。我让说话声我也说不清，说话声。慢点。口魂不实啊！咦，我的天，这更听不懂了。行了，不管是啥，俺现在知道你的考古队是干一件大事情，一件好事情，所以我代表俺隐村全体乡党，全力支持你们，好不好？是这，我也表个态，代表咱考古队。考古发掘呢，特别需要人手，只要大家愿意加入，随时欢迎，绝对不让大家白干。你说咱没这样时间，连个华南王的毛都没有啊！叫我看呀，还是这画像的问题。1000个人眼里你像个华南王，这真惨。没想到你这平湖村还是卧虎藏龙。你看，你都真有上百家小旅馆。这可是整个秦川最大的城中村，这要查起来，不乱着。张警官，总算把你这个大碗带起了啊！我医院费那个事咋样了？那你倒是给我一条有用的线索嘛。南方人物。南方人，南方人我多了去了，俺咋给你讲？再说了，这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，那人早都跑出秦川了，我咋给你弄啊？啊，我就靠这点白纸，他被人打了，我把他送到医院，总不能叫我把医院费也贴赔上，那不亏大了？那你说俺能咋弄？让你们安装我身份登记系统，你不安装，人家住客姓啥叫啥都是假的，我给你咋弄嘛？哎，老板，
我看一下，得是这个。有点像。啊，就是这货，就这。他啥时候跑的？3月份了。俺总是营村刚出世摸到脚。来，齐队，有发现？齐队，杨队，这个是我们在医院新建那个被打的旅客的照片。有几分像，就是这个人奇怪的很，他被打了不敢报警，也不去医院，错一点死在旅馆里头了，还是人家老板发现把他送去医院，结果他到了医院直接给跑了，这有点奇怪啊。哎，不过梁子说他们起火之后，华南王没有按时到，这是被打了。不排除这可能。有见老板还是啥了？他说跟我人接触不多。听不来他的啥口音，然后也知不道他到底是南方哪儿的。哎，但是他提到了一点，他经常晚上会带一个小姐回去。是同一个小姐吗？有时候也带其他的，但是有一个是带的最多。各位 KTV， 夜总会啥的，查。齐队，你不知道威帮有多大。我不管，我只管结果，啥都让我想，自己想法子。哎呀，小东，你动下脑子。你去问一下我旅店老板啊，有没有收打火机？我打火机上面不都印着店名字还有电话？你们找我查都完了吗？还是俺永福哥厉害啊！呀，永福，我经验丰富嘛。杨队，这不当忽然啊！永福啊，去一趟看守所。啊，走，好。认得不？这不就是华南王？你把你我眼窝睁开，好好看。我故事啊，绝对是他，我跑。这么多年，华南王终于现身了啊！哎，啊，你说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去。小杜新年跟华南王关系6年了，已经带回局里了。姓名？露露。真名儿？李艳花。你看哈，这个人你认得不？他办啥事了？问你认不认得？这么多干啥呢？认得。那你把这个人情况大概说一下，姓啥叫啥，哪人？吉木。啥？啥吉木的？问你是他的真名儿。我真不知道他真名，我光知道他是古越口音。他犯的事是不是跟古董有关？啥意思？我听他打过一次电话，好像是发古董的。接着说。就这么多了，了解多少？那你再回忆一下，他有啥兴趣爱好？啊，打牌、耍钱、购物啥的。他这人抠得很，尤其是新来晚了，他带我去吃早饭，老带我去旅馆跟前的瓦罐汤吃饭，我就没见过一个古越人这么爱喝瓦罐汤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说的是酱油味种瓦罐汤？对。嗯。哎呀，你说咱这回啊，总算是抓着这华南王的尾巴了，对？嗯，阵容是确定了，其他的咱还没掌握呢，还得靠古越警方配合一下。不，是酱油警方。啥意思？我人啊，比咱想象的狡猾。俺们怀疑呢，他这个古越口音是伪装的。口音好伪装，但是口味不好伪装。他爱喝瓦罐汤，多半是酱油的。
呀，永福啊，把咱医院采集的监控截图啊，发给江阴警方，让他们协查呀。啊，能成，我一会儿发。小杜，跟我走一趟监狱，还见个老朋友。哪个老朋友？你去了，见到就知道了。七队啊，还是你脑瓜子灵，办法就是多。我眼下我没拧的拧转，都让你钻出来个洞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最近可是主动参加劳动了，尤其爱种我西红柿。我种的我一笼西红柿，比自家园子里种的还要仔细，结出来我果子又大又肥。走，七队，人我给你带过来了，等一下就到，我就先忙去。啊，好，你忙。几队来了？哎呀，小五这气色好着呢，比我这气色都强。哪有啊？今天来请你帮个忙哈。你认一下，这里头哪个是华南王？华南王？咋了？你是怕他落网，还是盼着他落网？我当然盼着他落网了，这还用说吗？是吗？不是。小五，我听说你快出去了不？啊，是。好着呢，好得很。我一直觉得，像你这样的人啊，虽然是耽误了一些青春，但是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，一定能有一番作为的。齐队，你不要给我带25，我啥怂样子，我心里有面镜子清楚的很。这面镜子安的好，安心里啊，哎，那就一直照着，照得清清楚楚的。啥叫伪证罪？你在里头应该学习过吧？齐队，我说的是实话。时间太长了，我记不清了。不是的，记不清楚很正常，慢慢的想，总会想起的啊。我没事，就是顺路来看看你。听说你在里头表现得很好，替你高兴呢。劳动改造吗？小宝呢，最爱吃西红柿，你种的他应该更爱吃。去摘一些，我给他带去。好。小宝，严先生，过来。有个男的叫我给你的。哦，行，啊，谢谢啊。
七队，你为啥对人小吴这种人这么上心？等你当了爹，就明白了。各位，我再重申一遍，不管是技工还是咱们的干部，都一定要严格的做好发掘记录。王威、子飞，你们把我昨天布置的工作任务再说一下。我负责文字记录，包括工地日记、探方日记、发掘记录表，还有遗迹单位总记录和遗迹编号，还有其他的资料整理入库。我负责影像记录，着重记录各种遗迹现象和发掘工作过程。哎，你俩之前参与过文物提取吗？没有。那这是个好机会啊，跟着露丝好好学，他在这方面是专家。好。原先只知道陆师下产的厉害，没想到提取文物也是能人。那咱露丝啊，是钦州省考古技工的带头大哥呢。你们知道还有个啥外号不？啥呀？陆院士。啥陆院士啊？你高抬我了。没有你们干部做的发掘方案呀，我们都不知道往哪使劲儿。之前在杨凌发掘，一出现特殊的遗迹现象，还得靠你们干部。你就别谦虚了，我这275的帽子不是给你白戴的啊。这次啊，江河、茂娃你得好好培养呢。发掘计划中啊，你们得顶半边天呢。好，好。陆院士，你也得好好带带我，我也想顶半边天。小马，你可不要眼大肚小，光是把探参的功夫吃透啊，就够难的了。千万记住，宁学一门精，不学百事通。那咱就开始干活啊！好。注意安全。好。你在这坐着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之前的方案还有哪做的不好？以后会有哪些突发状况呢？我之前做吕氏家族墓的时候，也跟你一样，每天就在脑海里想，一遍一遍过电影。就特别想，每一件文物都能完好无损的提取。我刚坐在这儿，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句话，说来听听。在发掘现场，在发掘坑边上坐着，好像感觉历史都变透明了。你好像能看到这些陶俑是咋被烧出来的，咋埋进去的，咋被土覆上的。就像黄河从巴颜卡拉山缓缓地流到咱跟前一样。文明的流淌。文明的流淌，这么多人，好吧。想什么呢？病刚好，别老窝着，扶你起来走走。别老把我当病人啊！我现在利索着呢，你看。你悠着点儿，我这绘图的大任可是交给你了。翰林考古队003号绘图员方坤，保证按时完成落队交给我的任务。小杜，应付，应付。哎，
俺们几个娃呢？哎，咋？你不知道？这啥？你以为个老同学吴振川？吴振川啊，他把你为几个娃调走了，说是来秦川办个案子，找永福他们帮个忙呢。调走？呀，他话里话外意思给你打招呼了。打啥招呼？没有啊。啥案子？大家都欧。对，嫌疑人叫耗子。胆子太大了，随便敢调我的人。你问一下。啊，鸡蛋。啊，我在外边跟吴局办个案子。吴局说办案，你听谁的？哦，随便想调人就调人啊！你咋回事？你回来我再跟你们几个算账。为啥给我？我的天呀，不是老同学吗？这是刚过去的辆车。车对着呢，但是那人戴着蛤蟆镜看不清。永福小组跟我进去，刘刚跟肖家留在外面一谋而已。行动！耗子，咋？公安局的。小弟，后门支援。哎，齐大长，你来凑啥热闹？你好意思，不是我人跑了。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耗子，又犯啥事儿了？我没犯啥事嘛。哎，我不知道咋了。大家动啊！你刚把人带走。不，齐队，我对天发誓，我没打过架。我这就是那是大家的材料啊，那一脚下去就是个散黄的鸡蛋嘛。你没犯事，不会弄你，老实交代。哎，齐大长，干啥呢？大街上设公堂，把人带走。哎，这啥意思？有事情不让我知道吗？七哥，我的亲人，你替我做回公道吧。我是被打的那个，我要不是跑得快，我都能让那帮河东人给打死了。啥河东人？哎，不要说了，有啥事回公安局再说啊，带走回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贾，拉咱车上。是。哎，你看啥？我不看啥。我这说一定有我这说的理由。过来。有手续吗？你胆太肥了，没手续干聋人，信不信我上你领导那儿铲你？有，你这个人咋是个这呢嘛？哎，你给他科普一下，传唤证跟拘传证啥区别？这
真靠谱啊！废话，是，两者具有不同的强制性，传唤等同于通知，不具有一定的强制性。而对，我比你清楚啊。你要干啥嘛？别废话，人在我那儿去。带走。是。你俩咋继续犯错误吗？归队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不符合操作规程的，办案不严肃呢。你跟我走，你走。我都不该用你的人，我跟你说。哎呦，这同学真是。哎呀，哎，别嘛，啊，刘哥，别，这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，啊，不要怕，别嘛。哎呀，我又没投毒，真是。哼，吃，哎，吃嘛，不吃白不吃。对嘛。哎，这烟帮有点重了嘛。我跟你说，金船证我们人正在办啊，办好我把人带走啊。别急，别急。看好了啊。饭菜已经入口了。都好办了，因为听说过一句话，名言啊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来不及了，老实交代吧。耗子咋回事？俺家豆我们都跟你说过了嘛。糊弄鬼。河东人又咋回事？河东人就是大家斗殴的另一方。俺赶到现场时候，人已经跑了，现场就留下一些弹头和盗墓工具。态度不错啊，继续交代。哎呀，俺们吴局来前就说了，千万不敢给骑队透风。你们经手的文物案子多，背不住又把我们的线索抢去了。我防你，还不是因为你光捡我的壶。我跟你说啊。我这是鸿门宴，饭没好饭。既然说开，咱都给你把情况大概说一下，对吧？对了。哎呀，我们怀疑这起大家斗殴是盗墓贼之间为了抢坑发生的。根据现场的车辙印，我们调取了高速路口的监控，锁定了一辆频繁往来清源县和秦川的嫌疑车辆，而且他每次都是半夜离开高速路口，这和盗墓贼的行为习惯比较一致。再加上他最后一次离开高速路的时间，正好与斗殴案案发时间能对上。我们查一下车主，车主叫张明豪，外号耗子。那我把这也给你交了，吃完饭我把人带走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不过呢，还差一点点儿。再说是河东人嘛。呀，那可来的没完了，你咋呀？他盗墓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他明明是抢坑的，为啥不盗墓？哎呀，那肯定是因为知道了，惊动了警方，不敢动手了嘛。有没有一种可能呢？河东人还没来得及，就落网了。不可能，我们还没有寻见河东人呢。你啥意思？河东人跟你说啥？不敢这么说啊。但是咱手上有个河东人。也是这个身上有伤。要审完耗子才能知道。其他的，我都知道，你还留一手。哎，格局要放大。啥叫截胡嘛？咱是互惠互利。啥互惠互利？很长时间没有一块审判了吧？一会儿打个配合。谁说啊？跟谁称兄道弟的？切对。我冤枉，我比窦娥还冤。你冤？当初
我把你送进去，咋跟你说？嗯？有盗墓？我真没盗。清安县城关村地里的碳纤洛阳铲，我是干啥用的？种地用的。你这几次二半夜开车跑到清安县干啥去了？也有的。我承认我去清远了，可我没有盗墓。我写日记的哥，你跟我说的话，坚决不能走老路。我这次就是个开车加望风。开车加望风，你不是盗墓贼，你是真瓜，你是假瓜。哎，猴子，不懂法不代表可以违法。我们现在给你个机会，态度放端，主动交代，争取个宽大。你要是油嘴滑舌、发心眼儿，那就该咋判咋判了啊！我们现在给你个机会，态度放端，主动交代，争取个宽大。你要是油嘴滑舌、发心眼儿，那就该咋判咋判了啊！我交代，全交代。这次清安县咋回事？谁支的瓜？我不知道他大名叫啥，光知道个外号叫三子，因为他的右手只有3根手指。别的我也不太了解，干的那几天没啥交流。那之后，三子跟你还有联系没有？没有。我打过他电话，已经关机了。这孙不准已经烦了。打架咋回事？哎，不知道吗？那天本来踩好点了，我们北边挖坑，结果刚一到，我在车里头望风，他们刚走进去，就被一帮人围了上来。哎，那伙的人拿着棒子、锤子全朝他们砸，这么死力大呀！好家伙，你一棒我一锤，你一打我这，那头打的头我心里就……说重点，说重点。我一看视线不好，我再不跑，我这小命也没法保了。我把大灯一开，油门一加，我就跑了。哎，你是咋知道他们是河东人的？你不听口音像吗？弟兄们，给我弄死他！今天咋是来的？你问得好。我们是秦川市公安局，作为清源县公安局副局长，我大事情不会这打阵仗。你说为啥呢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？非要让我把你在城关村干的事情再复述一遍啊？你这脸上的伤不是摔的，跟谁打了一架吧？我是在清源县打了一架。打的谁？还不老实！通过第一次审你，你瞒了多少事情？你很聪明吗？啊，不动个脑子，不掌握点啥？我会知道你在清源县打过架。我打的是表叔的，他抢了我的货，最后欺负我爷爸。你咋找到他们的？华南公司的。他跟我说，表叔的人要在清源县城关村改票，让我走了捞他。其中有一个人，你把他打得最狠，是不是？就是卖给我炸药的。我人右手只有3个手指。好像不是吧？杨队啊，你看一下这个管印。岳父令印。哎呀，这地方好的很啊！啊，
哎，这环境还不错嘛，西京同游啊，啊！哎呀，小李来了，啊，秦老你来了啊，来，秦老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，好，哎，请，哎，来坐，走，这个年长的很啊，这是小入会的新朋友啊，就是的啊。穆建辉，穆老师。哎呀，不敢，在秦老面前哪敢妄称老师？不过是一个爱好收藏的小学生罢了。哎，你有谦虚，毕竟是出过书的人嘛。出过书啊？咋说？谈不上是书，就是一些随想，上不了大台面。黑陶用品鉴，这是10年前归国的伪批。对。还请秦老复正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都喜欢跟你们年轻人切磋交流。走，大家都坐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好。一直想拜会秦老，这次没有合适的机会。不敢冒昧叨扰。谢谢这次林会长做东啊，能让我当面跟秦老讨教。不敢这么叫啊。林副会长，哎，有林子会长咋没来呢？哎呀，有林不来了，身体不舒服啊。小林啊，以后协会的工作你就来打理。有林请辞了啊？我听说他已经辞了明蝶博物馆的馆长了，没想到连会长都辞了，真是可惜呀。可惜？有什么可惜的？这2天呢，我一直在家闭门反思，这秦川收藏界的路到底该往什么方向走？哎呀，我在家是思量来思量去，我突然想到孔圣人的一句话：“君子固本，本立而道丧。”啊，这个收藏界的本到底是个什么？你们大家谁能说出一二来？啊，会长，我是老粗，我就粗浅一截。我认为啊，收藏之本就是个真字，价值。秦老，我就大胆卖弄一下，您老听个乐子。我记得庄子说过：“会师多方，其书五车。”就是说，惠子收藏的书有5车之多，也就有了“学富五车”这个词。由此可见啊，收藏之本在于保存传统文化的火种，就像诺亚方舟。你看看啊！就凭刚才他的这几句话，我就知道这本书绝不是泛泛之谈。哎呀，秦老，你真是博了什么呀？江辉，看敬上一杯。哎呀，理查带酒。来，我先说2句啊，不要光动嘴皮子，要真正为咱秦川收藏界这个道路，咱要出谋献策啊！对，来，再备上。好，走。最近啊，香港有一方汉代官印要拍卖，我想我们要不去把它拍回来，带文物回来，也算是给咱古玩协会博个好名声。哎呀，官印太小，那算个啥文物嘛？一点收藏价值都没有。我看也不一定吧。汉阳陵也发现了不少官印，这些官印上面的官署机构象征着在陵园模拟中央集权制。别看官印小，内涵丰富的很，研究价值大的很。考古队把它当宝了。对呀，干收藏不能光盯着钱，它的文化素质、文化涵养才是最重要的。秦老说的好，那就是这，咱们一起去趟香港，你看能成？这聊头啊，这聊就行。来。经过两地警方缜密的研判，大家一致认为，隐村大墓被盗案跟清源县的聚众斗殴、盗掘古墓葬的案子是一个团伙所为，
具备了并案的条件，所以局里决定成立317系列团伙盗掘古墓案的专案组。我本人任组长，齐大仓、吴正川任副组长。但是这个文物案啊，有它的特殊性，得有文物局的同志参与和助力。杨队，你给大家说两句。眼下呢，我们正在调查官印的事，和香港的拍卖行也搭上线了，但是人家强调的就是一个手续的合法性，不愿意给我们提供委托人的信息。那个肖国强找到了吗？报告，目前还没有。那3指和炮手查的咋样了？报告，他们的线索，我给了全国文物犯罪信息中心，他们试运营，咱也试混一下。医院那边我们也派侦查员去侦查了，看看有没有嫌疑比较大的重病人，但是目前还没有线索。赵局，我有个想法，就是有点铤而走险。你说，你看，表叔团伙这些年树大招风，得罪了不少盗墓贼。我们不妨借力打力，把3指的消息散出去，看一下有没有仇家反馈些线索回来。赵局，我觉得这有点冒险吧。要是把这风散出去的话，会不会把3指给惊回来？所以就是说，有一点铤而走险。咱现在要是不走这步险棋，那现在这个棋局就是个死局。但是如果要走这步险棋，有可能让咱这个棋局能活了，对吧？成，我同意试一把。秦老，我听说这个官印不光是咱盯着呢，还有几个老外也虎视眈眈。不要紧张，比决心，他还能比得上咱中国人吗？秦老，哎呀，秦老在呢，秦老都在呢。秦老，有莲，你来香港，你咋不提前说一声？哎呀，我这都不知道嘛，我想的是我到前面给他打个前站，把这东西一卖，卖完以后相当给咱秦庄文化做了贡献了。哎，不是我们。是秦老有远见，哎，这主要是秦老在，这事都踏实。哎呀，牧师也在呢，我这都没认出来嘛，到底是因为你换了皮了呢，还是我念拙了啊？哎，你俩认识啊？见过，不熟。这话说得好。哎呀，你确实是应了这老话说的。叫人情如子，张张薄，知道吧？事事如棋，局局新，牛批。好嘞，大家周操劳顿，明天还要参加竞配啊，先回去休息。好。啊，再见啊，秦老。应该的是，刘玲啊，明天的开那个你就不要去了。为啥？为啥？你去了，开会的东西是真的，别人都会以为是假的。秦老，是这，我知道，确实这回呢，我给协会也是抹黑，啊。让博物馆丢人了，你看能不能是这？给我个机会，叫我改过自新一下。机会是留给有真本事的人用的，不是留给偷财主。
你这话说得好啊！虽然我是个土财主，但咱干的是阳间的事。你是个真人，我干的是阴间的买卖，这你知道吗？来一杯。我看你还问的很啊！还有啥不问的吗？你不就是跑到秦老面前捡个老底儿去了吗？老赵，该不问的是你。这张牌一打完，你还有牌打吗？你知道我手里还有多少牌吗？1、2。那这是个拍卖啊，比拍的更高。秦老，来，里边请。王律师，您回家，再会。走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香港嘉华拍卖行第32期古董文物艺术品精品拍卖会正式开始。下面我来介绍一下1号牌品——宋坑端砚。这枚端砚制于明代，石质坚实润滑、细腻，雕刻精美，起拍价45万元，有应价吗？各位？45万，45万有了，还有出价吗？46万，46万在中区，47万，非常感谢，48万，3035号48万元，还有没有再出一口的呢？48万元第1次，48万元第2次，48万元最后一次，您的号牌成交，恭喜您，3035号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青铜官印。这枚官印制于汉代，距今已有2000多年。它的底部刻有“乐府令印”4个字。官印原为清末藏家旧藏，后因战争流失于海外，一直为日本藏家所有，起拍价10万元。有没有感兴趣的朋友？10万元，10万元，还有再出的吗？10万元，15万元，15万元，现在出价20万，还有应价吗？各位，25万，30万，35万，非常感谢，35万，40万，还有再加的吗？48万。80万，非常感谢，前排先生出价80万，还有出价吗？各位，80万元，第85万元，回到边侧出价85万元，还有再加吗？各位，85万来自于4283号出价，85万元第1次，85万元，90万，回到左区90万，还有再加吗？90万，还有再加一口吗？90万元，第1次，90万元第2次，95万，95万元，非常感谢，95万元，还有再出价的吗？各位，95万，95万第1次，95万元第2次。95万元，100万，依然回到中区报价，5659号先生100万元
还有在家的吗？各位，100万，100万元第一次，100万元第二次，100万元最后一次。您的号牌成交，恭喜5659号先生成功拍到汉代青铜乐府令印。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标的的拍卖。你吃了吗？我要吃。观音叫人拍走了。谁拍的？弄回来。咋？外国人拍的？比我一个韩国人。不会是？对，就是你想的那个人。穆建辉可以吗？小看他了。秦老，什么意思？来之前说好的嘛，咱们是以古玩协会的名义带文物回来。虽然是我拍下的，但是我愿意捐给协会。哎呀，这恐怕不太合适吧？哎呀，有啥不合适的？我相信，无论是林会长还是王理事，谁拍了都会捐给协会。难道咱古玩协会接受捐赠还要看资历？那倒没有。虽然我是新进来的，但是对协会的发展和各位一样上心。这是我垃圾填埋场，占着你家地了。哎呀，是，咱说啥事情都要国家有两手的嘛。咱谁无敌？我就说嘛，你平常轻易不登俺家门，今儿跑到俺屋，大体消息了。小姐，哎呦，哎，回来了，胖子回来了，你吃饭去啊。哎，不急不急，是他们还没回来，我去歇会儿。哦，你们先啊。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垃圾堆全是苍蝇，臭气熏天，把人搞得烦得很，烦得很。你再弄一个，那俺们咋办？是，你说那垃圾堆得是垃圾填埋场。哦，就是嘛。占咱隐村的地了？反正都这么说。不知道。嗯。对。哎，主任回来了。嗯。是那个有啥？哦，对对对，嗯。贝，垃圾填埋场咋回事？哎呀，你知道我一期工程不？要说这2期工程比我1期工程还要大，说现在时代发展太快了，还得弄一个更大的。那具体范围是啥嘛？好像隐村跟陈家坡都有吧？那隐村大墓，我一生气光看我规划图了，好像离我隐村大墓已经很近了。那咋能行呢嘛？哪个领导组织开的会嘛？那么多领导，我哪记得住啊？院长，这个垃圾填埋场2期工程的规划图我们都看了，那位置都已经划到咱外藏坑边上了，真得抓点紧了。哎呀，这个事情我早就听说了。咱关起门来说，要把垃圾填埋场给人家挡回去，这不容易，因为这个事情也不是人家几个人一拍脑门临时决定的，肯定是经过了各方面的研讨，人家才这么做的。这几年呢，咱的考古
和人家的城市建设肯定有矛盾的地方。虽然有人提出了说是能不能先考古后出让的想法，但这个还是在研讨阶段，咱也希望它能够早点落实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啊，这个事情我会向上级汇报，但是有一点咱一定要做到，坚决不能让隐村大墓再受到破坏了。院长是这，那我也关起门来给您说几句心里话。今天我们来找您，不光是因为隐村大墓，也是有我们私人情感在里边的。我们在隐村考古那么多年，您也知道，跟那些村民们的感情肯定是有的嘛。我们也要为隐村的那些老百姓们考虑一下呢。我理解你们对隐村的感情，这个事情我会尽力去做。我今天找你们俩来啊，是想谈另外一件事情。隐村大墓被盗的官印找到了呀，在哪儿找到的？这枚官印呢，先是被走私到了香港，经过洗白以后啊，出现在了拍卖会上，现在在咱们秦川市古玩协会的手上，他们打算捐出来，捐给咱考古队做研究用。捐给咱，这好事吗？对呀，好事情是好事情，但是这里头有一些让人心里不舒服的地方，我觉得得让你们俩知道。这枚官印虽然是古玩协会捐的，但是在香港拍下他的这个人叫穆建辉。穆建辉，具体的事情我也不知道。杨青师跟我提过这个人，对这个事情，你俩咋看？说实话啊，从情感上我没办法接受，但是理性我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嘛。穆建辉，哎，错不在官印，在盗墓贼，不能因为他们的无耻跟贪婪挡住文物回家的路嘛。哎，齐队，齐队，你咋来了？等你们呢。啊，那走嘛，进去说嘛。走这儿，走这儿。行。前一段有人啊把韩陵失窃的官印从拍卖会上拍回来，还要捐给你们，这事你们得是知道。啊，知道。陆远跟我们说了，是那个穆建辉要捐的。上回签售会的时候，我就想问一下您呢，这穆建辉到底是个干啥的？是不是就是个文物贩子？不干这事，没有真凭实据啊。案子上的事呢，我也不能多说，明白？明白。哎，我就说一下穆建辉这人啊，10年前。他是在南市上摆地摊的，突然有一天呢，发迹了，盘了个店。他我店呢跟旁人的差不多嘛，可是我警方就觉着这人不简单，跟了他这么多年了，啥也没发现。我简单说，这些年。我认识些书，加入古玩协会，跟秦川有头有脸的人混到一起，文化人了。可是他这皮子哈，手脚上有多少泥，这说不清的，明白？那这官印，我们照收不误。明白，明白。妈耶，在相当县城，你给在相当帮忙，自个明路。哎呀，自个明路，自个明路啊，让在相当少走冤枉路。忙着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
一点心意不成敬意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。来慢走啊，走了啊，走了。呀，能成，够傻。哎呦，这不是杨队长吗？哎呀，你来了也不说一声嘛。走。哎呀，我不敢坐，我坐这儿全单是因为我找你算命来了。还有10多年都没见了嘛啊！当年要不是你们把我叫过去问个话，那俺妈这狗血名声还钻不自起着呢。你不管乱说，我跟你说，传播封建思想是犯法的。啥事啊？你叫我过来，你干啥呢？你要自首了吗？还是咋？我知道，你要写你3个字。他是谁？你知道3字？来，你说3字谁？哎呀，这都好多年前的事情了。那会儿啊，我刚刚有点小名气，来了一个问卦的，说他过几天要弄个事情呢，问我能不能发大财。我就把我妈给他问，我妈说这是能成。谁能知道那个卦颂是要搞炸药呢？人家傻乎乎的还在自己屋里头搞呢啊！爆炸了，连房顶子都给炸没了。哎呀，财没发，事没弄，还让咱警察同志给带进去了。我那羞他闲人呢啊！自己脑子有麻的，还怪我撵你出来啊！也就在这来把我跌了一顿，跌我是我。我看见我这右手只有3根字，要我是咱们把他命给砸没了。你说这3字啊，名字叫啥？叫个啥咱不知道。名字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长啥样子？多大岁数？1.7米多一点啊，国字脸啊，20来岁个小伙子，20来岁。哪一年的事啊？黑桃用我是之后没多长时间，呀，这一算，差不多有10年了。10年前，几月的事？几月？我是个冬天冷。你说到监狱里头，他蹲了几年？我感觉3年多吧。3年多。3年。哪儿的口音？秦川口音。秦川口音。秦川本地人应该。其他呢？还有啥特点？其他特点嘛，那就没有其他特点，我都是个正常人嘛。行。行，可以，够事儿。俺说对你帮了大忙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案子要是破了，我可伤到神经，好好的跟你家讲。哎呀，再有啥消息你第一时间跟我汇报。完了，能行？能行。哎，封建思想，咱不要传播，我是犯法的。俺妈这刚帮了你的忙，你怎么先打排位呢？秦川人，2002年冬或者2003年春入狱，罪名是非法制造爆炸物，还把自己家给炸了。入狱年龄20多岁，服刑3年多后出狱。一般会减刑，可以考虑把判刑的年限往上调个1、2年。还有个特征，国字脸，1.7米多，就这些，够不？有这个刑事犯罪记录，还可以具体到地点、罪名、服刑年限，这很详细了，应该很快就能查出来。好，可以啊，杨队，没有想到从当年黑桃勇案竟然找到突破口。对吗？说不定真是狗事儿他妈都在帮咱呢。不管，反正我相信邪不压正。今日，晴川市古玩协会对翰林考古队的文物捐赠仪式在尹村举行。此次文物捐赠代表有晴川市古玩协会会长秦继明先生、副会长林胜辉先生和私人藏家穆建辉先生。
捐赠文物是刚刚从香港拍卖得回的一枚汉代青铜乐府官印。秦老，可以请您讲讲这次捐赠的心路历程吗？好，我很愿意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好的。位卑未敢忘忧归呀！自听闻这个官印要在香港拍卖会上拍卖的那时刻起，我和古玩协会的全体同仁们倍感心焦，唯恐文物落失他人之手，所以我们立即赴港夺宝。那您当时有信心一定夺回官印吗？那没有信心，但必须破釜沉舟，就是倾尽全体同仁之力，也一定要把文物追回来，让文物回到自己的家，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。听说呢，这枚官印是穆先生重金拍得的，请问您觉得花这么多钱值得吗？当然值得，文物有价也无价嘛。我很高兴能用有形的价格换取无形的价值，这也是古玩协会和秦会长、林会长的情怀影响了我。没有他们的支持啊，我也许还没有这份决心。我认识这位考古队的方老师。方老师，你还记得我不？印象深刻。我也同样印象深刻。咱曾经在我的新书发布会上做过探讨。方老师当时呢，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，记忆犹新呀。盗墓贼偷走的是历史的见证，是文明的钥匙。现在我很荣幸能把历史的见证、文明的钥匙交还给国家。我和古玩协会将继续竭尽所能，让更多流失文物早日回家。非常感谢穆先生还能记得我当时说的话呢。如果我知道我当时一句话顶100万的话，我肯定会多说几句，也能让咱穆先生多捐几件吧。如果能力允许，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，让所有文物都能回家。下面捐赠仪式正式开始。我觉得穆建辉肠子都悔青了。咋？本来说得个便宜卖个乖的事情，结果碰上你这个怂货。你咋突然提起这事来了啊？我本来想着咬咬牙把官印接收了算了，谁知道那货非得找我呢。反正咱把官印拿到手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正好都在呢。哎，院长啊，你们在这儿谈什么事情呢？这么高兴，啊？院长，得是有啥指示？看着你们这么高兴的样子，我都不忍心说了。总是在你们高兴的时候，要让我来给你们泼凉水。啥意思？不会是发掘计划又要中断了吧？那倒没有这么突然，但是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。垃圾填埋场的事情，你们都知道。市里头急着做规划呢，然后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协商这个事情，最后勉强的谈成了一个条件。啥条件？给咱们3个月的时间，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头，必须找到隐村大墓是资灵的直接证据。3个月？开玩笑呢！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找，咱们现在连直接证据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呢。我也是干这行的，我知道这个难处，但是各有各的难，各有各的苦。现在呢，城市制造垃圾的速度太快了，每天跟山一样的垃圾，你让它往啥地方堆？是，但是也不能放在一个可能是地灵的地方吧？你不能在这儿堆啊。对吗？对着呢，这就是各有各的难。你看啊，咱们系统的人，区里的领导，天天往市里跑，
最后就协商了这么个结果。我把这个压力就转到你们身上，3个月，必须的。要是3个月还找不到证据的话，我们这儿就要被当成垃圾场吗？啥才能算直接证据嘛？比如说文字证据，要是能在坑里找到跟汉太宗有关的文字，这都属于直接证据。哎，他们不是捐了一个官印吗？那官印上面有字没有？有吗？岳父令印4个字，跟方块画的一样，其他没了。这不能算直接证据哈。哎呀，没有直接证据，那要不要找一下其他证据？啥其他证据？比如形制。那不都确认了吗？我们已经发现它是个亚字形大墓了。那咱还没找到它的外缘墙呢。咱如果说能找到这个外缘墙，可以证明亚字形大墓跟斗陵是合围在一起的，基本上就可以证明这个亚字形大墓是汉太宗的墓了。那这外缘墙太重要了嘛？那咱赶紧去找外缘墙嘛。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，没办法反推。汉太宗的资陵处在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过渡阶段。你看之前汉高祖的长陵，它是只有一个围合了帝后陵墓的大陵园。自杨陵之后，除了大陵园以外，帝后陵墓又有了各自的小陵园。所以自此以后，同营异穴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范式。汉太宗正处在这个形制发展的过渡期，汉太宗呢又很尚简，提倡的就是节葬。所以这个陵园的形制到底如何，还有它外围是否建了一圈夯土的外缘墙，都没法进一步确认。你说的对着呢，但是咱现在无路可选了，是吧？那既然找不到咱这个文字证据，咱另一条路也得接着找嘛。咱们就一边找文字证据，另一条路也得趟了嘛，是吧？我赞成方子说的，死马当成活马医，总有一片云彩会下雨。咋停电了？哎，这荷花咋停电了嘛？啊！